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蛇年悄然而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条精致的麦穗麻花围巾。麦穗象征着丰收，麻花的纹路如同蜿蜒的蛇形，寓意着智慧与生机，传递新年的祝福以及对未来的期许。让我们一起来购置它，迎接丰收的一年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乌骨牛奶棉，麦穗的部分则使用了喷毛纱，钩针使用了2种型号，分别为 4.0 以及 5.0 毫米，成品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我们使用比较大的钩针型号，也就是 5.0 毫米的钩针进行锁边起针。起针之后，钩织锁针，锁针数是20的倍数加1，长度可以自行决定。影片开头的红围巾起针数是301个锁针，这个部分以黄色来演示，起针数是61个锁针。20的倍数另外加1个锁针结束，我们取下钩针，换成 4.0 的钩针，之后的行数就以 4.0 的钩针来钩织。第一行返回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调锁针背后横向的线条，也就是里山，调里山钩织挂线引拔针，钩针挂线穿进里山，再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一个挂线引拔针。我们在第一个针目上放记号扣，它在下一行会是最后一个针目，容易被忽略。在我们操作钩针时，一般来说钩头会朝向我们。在钩织挂线引拔针时，在挂线钩出第一个线圈之后，将钩头转个方向，让它背对我们，再拖出之后的2个线圈。这样的方式可以更顺利的操作挂线引拔针。这个围巾作品主要以挂线引拔针来完成，因此我们可以慢速的练习这样的手法，在后续钩织的时候可以更顺利。如果你是用笔式的持针方式，这样的操作手法也同时适用。钩针挂线穿进里山，在挂线钩出拖出第一个线圈之后，向织物后方转动一下钩头，可以更顺利的拖出后续的线圈。因为我们是从第2针的后半针开始钩，因此第一行结束会完成20倍数的挂线引拔针，之后的行数总针目也都会维持在20的倍数。第一行结束，引拔断线，接着第2行将织物翻面。织物翻面之后，你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织物这一面，织物的纹理如同锁针链，只是 V 型的角朝向右方，而我们朝织物的上方看，这里也会像锁针链一样，这里的 V 型是织物的针目，此时 V 型的角朝向左方。我们从第一个针目的后半针，也就是针目上远离我们的那个线圈，重新引另一个颜色的线钩织麦穗花样。引线之后，第2行2个锁针，这2个锁针视为一个中长针的针目，它是第1针，我们在它的上方放上记号扣。之后在钩织这一行时，我们都挑后半针钩织，每2个针目为一组，跳过1个针目，挑下个针目的后半针钩织1个中长针。起始的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，再做修剪。接着回到跳过的针目，钩织1个藻形针，钩针挂线穿进后半针之后带出线来，再次执行这个动作。接着再次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完成1个藻形针。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空1针，1个中长针，再回到空着的那一针钩织藻形针，多挑后半针钩织。
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最后会剩下一个针目，钩织一个中长针，结束这一行。第3行翻面，这一行在针目的动眼钩织，第一个针目2锁针起立作为第一针中长针，从下个针目开始也是2个针目为一组，空1针，下个针目钩织一个中长针，在这一行钩针穿进针目的2条线钩织，再回过头，再跳过的那个针目钩织一个藻形针，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针目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到最后会剩下一个针目，在最后一个针目钩织一个中长针，接着引拔断线，断线之后将织物翻面，钩针穿进第一个针目，重新起线，起回第一个颜色的线。第4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接着从第一个针目开始，每个针目一个挂线引拔针，这些线头可以一并包着钩织几针，再做修剪。第4行结束，第5行翻面，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，接着从第一个针目开始，挑每个针目的后半针，钩织挂线引拔针，第5行结束，第6行翻面，一个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，先连续5个挂线引拔针，挑后半针钩织，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，10个锁针，再空10个针目，从下个针目开始，连续10个挂线引拔针，挑后半针钩织，这样是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依照我的起针数，会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14次，重复中括号内容14次，在10个锁针跳过10个针目之后，连续钩织5个挂线引拔针，结束第6行。接下来的第7行到第9行也是往返钩织，每行的一开始都是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接着每个针目都只挑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。
遇到锁针链时，也是直条锁针链上方的线圈钩织挂线引拔针。第9行结束，接下来的行数我以绿色示范。第10行翻面，我们会在锁针链下方的洞眼穿梭着钩织出麻花的效果。一个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先连续5个挂线引拔针，直条后半针。接着我们空10个针目，在下个针目先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在空着的10个针目下方，这里对应着是第5行所跳过的10个针目，在第5行这10个针目上挑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。在第5行钩完10个挂线引拔针之后，我们将线圈拉大，取下钩针，将目前的工作阶段从这个洞眼移向织物的后方。我们理一下工作中的毛线，将工作中的线段向洞口的右边摆放，线团也可以置于右方。接着钩针放回线圈，在放置钩针时，我们要注意线圈的方向，线圈可以拉动的这一头要挂向我们这一边。在钩织这一行时，工作的线段会在这些洞眼中穿梭，我们可以先拉出足够的工作线段，以便钩织接下来的10个挂线引拔针。接着我们回到第9行，从做记号扣的那一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10个挂线引拔针，直条后半针钩织。这样是一次完整的中括号内容。每一次中括号内容都会穿过第5行的洞眼，形成麻花的效果。我们按之前的操作步骤来钩织中括号内容。中括号按照我的起针数会重复钩织14次。在操作的时候，随时依需要拉出足够的工作线段，而工作的线段会在第5行这些洞眼中穿梭，但在下一行往返钩织的时候，它会回到原本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特别断线的去处理它。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14次之后，最后会剩下15个针目。跳过第9行的10个针目，在下方的第5行挑第5行的后半针钩织10个挂线引拔针之后，取下钩针，将目前工作阶段移到织物的后方，再挂回钩针，回到第9行最后的5个针目，连续5个挂线引拔针结束这一行。第10行结束，在这里绿色的部分形成麻花的纹理，工作的线段也会穿梭于洞眼之间，但是在钩织下一行时，它会回到原本的位置。第11行翻面，将线团置于左方，此时工作的线段在面对我们的这一侧，我们将它绕到钩针的后方。接着一锁针起立不算针数，挑每个针目的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，而遇到麻花交叉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取下钩针，
再将目前的工作阶段从动眼顺势的往后推，再挂回钩针，继续沿着针目钩织。在这一行中穿梭的工作线段也会回到正常的钩织方向。在钩织时，也可以随时视情况拉出足够的工作线段。之后的第12行与第13行也是往返钩织，操作方式就如同第10行与第11行。第13行结束，第14行翻面，我们要将麻花的边缘连起来。一个锁针起立之后，先连续5个挂线引拔针。接着空10个针目，在下个针目先放置一个记号扣，接着我们将工作的针目移到第9行，这里有空着的10个针目，在这10个针目上调后半针钩织挂线引拔针。接着再回到第13行，从做记号扣的针目开始，调后半针连续钩织10个挂线引拔针。这样是一次中画号的内容，重复操作中画号的内容，一共14次。重复钩织中画号内容结束之后，同样会剩下15个针目，继续跳过10针，在第9行钩织10个针目之后，回到第13行的最后5个针目，钩挂线引拔针，结束这一行。现在麻花的边缘已经连接起来了，接下来的第15行到第17行往返钩织挂线引拔针，调后半针钩织。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文字解，重复钩织麦穗以及麻花的花样段，完成这条麦穗麻花围巾。除了麦穗的花样行一开始以2锁针起立视为1针中长针之外，其余挂线引拔针的花样行其实都是以1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3段的麦穗花样段会对称着第1段麻花花样段的颜色。最后一行挂线引拔针钩织结束，引拔断线，藏好所有的线头并做修剪。最后在围巾的两端，我选择毛绒线为它钩织装饰的毛边，让它更有贵气的感觉。这个部分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而定。起线之后3个锁针起立作为1针长针，因为毛绒线比较粗，我们只要隔着适当的距离沿边钩织长针即可，来回往返钩织3行长针。结束时也是引拔断线，藏好线头，这样这条富有寓意的麦穗麻花围巾就完成啦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